未婚夫高中之后，第一件事便是与我解除婚约。我同你并无感情，不过是看你孤身一人可怜，你母亲又有恩于我，才勉强同你缔结婚约。如今我遇上心爱之人，不愿辜负他一番情谊，你我婚约只好作罢。这100两银子算是我对你的补偿，往后你切莫纠缠。我麻溜地收下银子，好咧，尊重，祝福，所死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李寻生的一副好容貌，殿上问答时被皇上钦点为探花郎。公主一相中了他，私下赠送锦囊相帕，他这才迫不及待回来同我退亲。许是我过分麻溜，他一时有些怔然，好一会儿才迟疑着，不知是不忍还是不舍道：你若是不愿，我也可以养你在外头。不，我依旧麻溜地拒绝。李公子说笑了，你我并无感情。李寻尴尬，脸色微红。笑话，看上他的是公主，我是多不怕死，敢和公主抢男人？我娘早和我讲过，陈世美、聊斋画皮、墨雨云间这些故事，男人变心就变心，咱要识时务，别不识趣，也别意难平，保命要紧。我只是小县城一个无权无势的孤女，我拿什么和探花郎、和公主斗？负我就负我，别弄死我就行。我娘葬在花果山，其实就是一座小土丘，原来没名字，后来我娘给起了一个奇怪的名字，花果山。但这山没花也没果。我把和李寻的婚约在他坟前烧了，又给他倒了一杯酒，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。我还是有些难过的。李寻说和我并无感情，他或许忘了，我们也曾花前月下，山盟海誓，憧憬过白头偕老。那年杏花微雨，我18岁生辰，他亲手雕了一枚白玉簪子插在我鬓间，红着脸说等他高中他就回来娶我。可是现在他说我们并无感情，他只是可怜我。我娘是青竹县唯一的女大夫，医术算不上高超，但在青竹县也算头一份，又因为女子身份，时常被官吏、富户请去后宅看诊。我既是我娘的女儿，也是我娘的徒弟，3岁起就被她抱在怀里认草药，7岁就扮作小药童随她出入个家。认识李寻的时候我还不满12岁，他娘得了风寒，被主母丢在外头漏风的破屋里自生自灭。快死的时候，他跪在我家门口，求我娘去救他娘一命。他娘是青竹县县令的小妾，他是县令唯一的儿子。县令夫人努力了10多年没能生出儿子，不得已将他记到名下，他娘就成了碍眼的存在。我娘就活了他娘，又替他租了一间小屋。我娘对这世间的女子总是格外心软。李寻每日下学都会来偷偷瞧他娘一眼，怕被主母知晓，不敢说话，只远远地瞧着。母子2人经常隔空对视，默默垂泪。我看不过去，主动去做他们的传声筒。那时候的李寻才14岁，已经成长得玉树临风，仪表堂堂，加上出身，是青竹县很多姑娘的梦中情人。我与他说话，互赠礼物，并不突兀。每次他给他娘带东西，都会在里面加点给我的小玩意，有时候是一串糖葫芦，一包点心，有时候是一个泥娃娃，一盒胭脂，也有我最讨厌的字帖。他娘记着我和我娘的情，也会给我们母女做点针线活，袜子啊、手帕啊、香囊什么的。我娘不会这些，也不拘着我学。我试过给李寻绣香囊，绣到一半决定改成帕子，帕子绣到一半，我觉得还是纯色的简约大方。李寻收到帕子的时候震惊了许久。李寻16岁的时候考中了秀才第1名，县令高兴极了，在衙门外大摆流水席，与民同乐。但也就在那一天，李寻的娘死了，一根白绫挂在房梁上，把自己吊死了。县令夫人来找过他，我娘说无非是告诉他李寻大好前途，有他这样一个身份低微的亲娘会被人瞧不起之类。他叹息摇头，郑重告诫我，平安你记住，任何时候都不要自轻自贱，放弃自己的生命。任何人哪怕是用娘来威胁你，你都不能自寻短见。我在府衙门外见到李寻，他低眉顺眼站在县令身旁，和他一起给百姓敬酒。那张惊艳绝伦的脸上挂着面具般僵硬的笑，眼角通红，眼神悲痛。他喝了很多酒，晚上我在他娘的住所见到他，月光照在他苍白的脸上，他仿佛一个一吹就破的泡泡。他说我已经很听话了，他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我娘？
我娘的死看起来是个意外。那时候我和李寻就差捅破最后一层窗户纸了，我娘经常打趣我们，说我们早恋。县令夫人来提亲的时候，我娘考虑了2天才答应，但她有个条件，必须等我年满18岁才能完婚。县令夫人答应了，她不见得多喜欢我，只是恰好我得了李寻的喜欢，出身又不好，娘家无权无势，既好拿捏，又无法给李寻提供助力，是她完美的儿媳人选。这本是一件喜事，但2天后，我娘进山采药，被山里的疯狗咬了一口。虽然用了药，但她还是低烧不退，恐水怕风。我娘知道好不了了，一有清醒的时候就拉着我的手，不停地叮嘱：你很有天赋，如今也算是个小大夫，马上就能超过娘了。嫁给李寻后，医术也不可荒废，这世道女子艰难，你有一技之长，也算是立身之本。李寻虽然现在喜欢你，但将来不一定。这个世界的男人，心和身是分开的，他可以既爱你，又和别人睡。如果将来这样的事发生，不要和他吵，情爱虚妄，要么及时收心，以后就当打一份工，要么就同他和离。性教育娘早就跟你科普过了，其实18岁成婚还是有点早，但是没办法，生孩子可以再晚一点，别听他们的。嫁了人以后，也别全指望李寻，要给自己留后路，钱财比男人可靠多了。还有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任何东西都没有你的生命重要，包括所谓的贞洁。最后，他摸着我的脸，流着泪说：我的平安啊，你才15岁，娘走了，你要怎么办啊？娘还有好多话想跟你说。我把眼泪擦干，冲他露出笑，我说：娘，你放心走吧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懂医术，我会赚钱，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。李寻跪在我娘床前，发誓一定会好好待我。我娘终于合上双眼，我隐忍多日，发疯般边哭边吼，我娘一辈子行善积德，治病救人，为什么偏偏是她？那山中素来安稳，人人去的，何时多了一条疯狗？为什么偏偏就咬了我娘？我恨老天不公，老天瞎眼。李寻死死抱住我，平安，平安，你还有我，你还有我，我一定会高中，一定会当大官，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。后来李寻亲自带着衙役上山捕杀疯狗，搜捕了整整4天，都没有发现疯狗的踪迹。我不甘心，偷偷溜上山，在我娘被疯狗袭击的地方，在满地的碎石里，我发现了藏在石堆里的一块狗牌，银质的，沾着我娘的血，一面刻着我不认识的纹路，一面刻着一个张字。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搞清楚，那个我不认识的纹路是京城皇后母家承恩公府张家的族徽。这件事我谁也没说，我默默等待着，等着李寻高中带我去京城。后来李寻中了举人，进京参加会试。他离开的前2天是我18岁的生辰，他把亲手雕好的白玉簪子插在我鬓间，红着脸说：等我高中我就回来娶你，你等我。再后来他高中探花，回来同我退亲。没关系，我会找到另外的法子进京。不知道是我娘在天上保佑我，还是我本就有些运道在身上，还没等我想出法子，我那失踪多年的亲爹就找上门来了。亲爹叫许建章，大有来头，是我朝大名鼎鼎的镇国大将军，对外能驱除蛮夷，对内能镇压叛乱，多年来不知道打了多少次胜仗，上至3岁小儿，下至80老妪，没有不知道他名号的。据他说，他和我娘两情相悦，私定终身，但我娘身份低微，和他门不当户不对，他家里不同意我娘做正妻，我娘又不愿做妾，所以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离开了他。他那时并不知道我娘已经怀了我，多番寻找之下没能找到我娘就放弃了。这么多年我一直未曾娶妻，在我心底你娘才是我的妻子。许爹饱经风沙磨砺，但依旧能看出英俊轮廓的脸上露出伤感怀念的神色。我动容，为一个女人终生不娶，真可谓有情有义。我带她去花果山祭拜我娘，她给我娘上了一炷香，抹撒着墓碑上的字，嘴唇颤抖，看得出很想流2行热泪，但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挤了几次都没能挤出来。我随她入京，入住镇国大将军府。镇国大将军府是当今圣上赐给许将军的府邸，宽广雄伟，足足占了半条街。另半条街是公主府，住着当今皇上和皇后的嫡长女德宁公主，不知道是不是看上李寻的那位。我到将军府那天，
将军府的管家在大门口放了2挂鞭炮，噼里啪啦响了半天。完事后，一群下人呼啦啦涌出来，跪在我面前，高呼恭迎大小姐回府。我莫名觉得羞耻，是怎么回事？进府之后，又有2位美艳妇人迎上来。许爹介绍，年长那位是阮姨娘，年轻一点的是绿姨娘。我一下就笑了，原来一直未曾娶妻，只是未曾娶妻，妾是一个没少。镇国大将军找到女儿的事，没几天就传得到处都是。将军府的邻居那位德宁公主立刻就遣人来邀我过府一叙。许爹道：“你别怕，德宁公主人很好，她就是无聊找你说说话，没什么事。你同她交好，对你在京城的名声也有好处。”又提醒一句，公主守寡多年，对驸马情深意重，这里面别说错了话。我不怕，相反，我还有点激动。德宁公主是皇后亲女，也就是说，承恩公府是她的外嫁。公主比我想象中年轻，24、25岁，脸若银盘，五官明艳大气，懒洋洋卧在贵妃榻上，赤足，气质介于妇人和女孩之间，大气雍容又娇俏灵动。她果真是闲得无聊，找我聊天来打发时间，问了我娘和许将军的事，又问了我在青竹县的生活。我说我娘是被疯狗咬死的，我到现在都怕狗，一见狗就慌神，殿下不养狗吧？公主说我也不喜欢狗，不过我有一位表兄很喜欢狗，养了3条大黑猎犬，我每回见了他都要绕道走，母后倒是挺喜欢，还给那3条狗赐了名字。这个话题没持续多久，得知我懂医术，公主雪白的脚往前一伸，道：“你替我瞧瞧，我这脚伤了1个月了，太医院的那帮废物什么药都使了，总不见好，害得我都没心情出门。”我一看，那伤在大脚趾头上，头顶那块破了皮，不大，也没出血，也没伤疤，就是一层一层像竹笋那样厚厚的白色死皮，当中露出一小块红红的嫩肉。公主说也不知道是怎么伤的，不疼不痒，就是瞧着恶心，像是有什么怪病似的。我仔细观察了一会儿，又要来了公主的起居注和太医院的医案细细翻看。公主见我挺认真的样子，也不敢打扰了，拿了一本书在旁边看。小半个时辰后，我有了结论：殿下，您脚伤迟迟未愈，乃是气虚导致。话没说完，有小宫娥轻手轻脚进来禀报：殿下，李大人求见。公主点点头，示意将人领进来。我余光瞥见一道熟悉的身影，顿了顿。公主看向我，和气地说：无碍，你继续。殿下脚伤迟迟未愈，乃是气虚所致，体质出了问题，所以身体无法自愈伤口。太医们开的大多是活血化腐毒的药，但殿下并未出血，不必用此类药物，只需让人去药铺买点补中益气丸，吃上1个月，伤口就能好了。李寻自进来便垂手立在公主下手，除了刚进门时脸色变了一下，一直都是低眉顺眼，恭顺万分的模样，瞧不出半点异常。这会儿却忍不住开口训斥：胡闹！殿下明明是脚伤，你却开补气的药，小小年纪医术不精，竟敢行骗到公主府。我低头冷笑，好大一顶帽子，他难道不知这样空口白牙污蔑我，若公主当真，我会是什么下场吗？他当然知道，所以他才如此迫不及待。我抬眼同他对视，他眉眼依旧，眸光却冰冷陌生，和我退婚那一日潜藏的不忍和不舍也消失殆尽。公主看他一眼，蹙眉：谁教你这样跟贵客说话的？道歉。不怒自威，尽显皇家威仪。李寻露出错愕的神情，好一会儿才弯下腰，冲我鞠躬道歉。我心安理得地受了他的大礼，大人有大量的摆摆手，不碍事。他又重新站好，面色恢复如常，藏在袖子下的手却紧紧捏成了拳。公主忽然想起什么，看看我又看看李寻，说起来李大人也是青竹县的，和平安是老乡，你们认识吗？李寻脸色一白，下意识抬头看我。我笑得温婉，自然是认识的。李寻又一次打断我：认识是认识，但不熟。平安姑娘的娘亲是青竹县有名的大夫，一心想要平安姑娘继承衣钵，奈何平安姑娘年纪小贪玩，只将她娘的本领学了个皮毛。也不知她是从哪里得知殿下脚上有伤，竟巴巴从青竹县赶到了京城。殿下金尊玉贵，还是小心为妙。公主饶有兴趣地上下打量李寻，
直看得他脸色变了又变，才说李大人似乎对郑国大将军的女儿很有意见。李寻脸色大变，豁然抬头，震惊又茫然地看向我。原来你不知道她是郑国大将军唯一的女儿啊。公主颇有些可惜地说。公主差人去买了补中益气丸，她是死马当活马医，总归补中益气丸吃着也没什么不好。她留了我和李寻用午膳，当然身份不同，位置不同。我是贵客，和公主共坐一桌。李寻算是公主的心上人、下属、准驸马，反正现阶段他是没资格和公主一同用膳的，只能站着伺候公主，给公主布菜。大约是经常做，动作利落娴熟，公主一个眼神，他就知道公主想吃什么菜，只是面无表情，眼神躲闪，像被人羞辱了一样。公主放下筷子，叹口气，李寻，你知道的，本宫不喜欢强迫人，你要是不愿意，本宫大可以换一个人。李寻立刻跪下请罪，公主也没心情吃饭了，让我一个人吃着，吃好了她让人送我回去。恭送公主离开后，我又吃了好一会儿。公主府的厨师是御厨的标准，吃食比大将军府讲究的不是一点两点，我每样尝几口，吃得心满意足。期间李寻一直跪着，脊背挺直，脖梗高昂，像一只高傲的被折断翅膀的天鹅。用完膳，经过李寻身边，我脚步微停，轻声道：心爱之人，一番情谊啊。说完，我没看李寻的脸色，扬长而去。我还是有很多疑惑的。许爹说公主对死去的驸马一往情深，既然如此，又怎会看上李寻？且他对李寻的态度也称不上多喜欢。李探花啊，许爹不以为意，他和先驸马有些相似，公主拿他当替身而已。说起来，公主和先驸马也是金童玉女，天生一对，只是可惜先驸马身体不好。当替身没什么不好，替身当得好也是能转正的。想当年我娘给我讲的追妻火葬场的故事里，哪个替身最后不是成为了霸道王爷的真爱？许爹又感慨了一遍公主对先驸马的情深似海，联想到自己，又把自己也夸了一遍。我不用1个月，10天左右，德宁公主的脚伤就有了好转，虽还没彻底痊愈，但这是迟早的事。他差人送来了谢礼，一匣子鸽子蛋大小的南珠和2本市面上买不到的医书。我很欣喜，公主是用了心的。更妙的是，公主差的这个人是李寻。比起上次在公主府，李寻的话少了很多，除了传达公主的谢意，半句废话没有。脊背依旧挺直，目光却故意回避我，脸色算不上好，甚至有些憔悴。他本是清冷雅正少年，如今金榜题名得公主青睐，却显出阴郁颓败。离开走至隐蔽处，他忽然回头看我，隔着大半个院落，依稀能见眼底细碎浮光。我知道他后悔了。皇上是在半个月后召我面圣的。彼时德宁公主的脚伤已经彻底痊愈，她报复性四处赴宴，把我吹得天花乱坠。作为郑国大将军的女儿，我本已万众瞩目，加上德宁公主，越发惹人注目。但除了德宁公主，无人敢给我下请帖，因为我爹是郑国大将军，手握我朝大半兵权，历来狡兔死，走狗烹，帝王多疑又无情。虽然表面上他和许爹还是哥俩好，但谁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？对于我这个忽然冒出来的郑国大将军的女儿，他又有什么打算？众人猜不透皇上的心思，不敢轻举妄动。我进宫那日，许爹比我还激动，衣裳、首饰是一早准备好的，梳了京城里流行的飞天髻，抹脂涂粉后，和那些世家贵女也没什么差别了。许爹大力拍我的肩膀，酝酿半天，只说别怕，就当皇上是寻常长辈，问什么答什么。他心态真好。皇上在皇后的长春宫见我，引路的是皇后身边的得力景嬷嬷，从内宫门一路疾行，专挑没有遮挡的宫道。6月日头正盛，我紧跟景嬷嬷步伐，发髻也散了，妆也花了，哼哧哼哧轻喘气，形象全无。快到长春宫时，我忽然身子一软，晕了。太医来使我才醒。我被安置在长春宫偏殿的暖阁内，皇上和皇后都在。见我醒来，皇上松一口气，难掩关怀之色。太医说我是中暑，不打紧，开了点藿香正气丸。我不好意思，臣女在乡下长大，
还以为体力好，竟跟不上嬷嬷步伐，日头毒辣，嬷嬷一把年纪一点事也没有，也是我太娇弱了些。景嬷嬷面皮子一抖，迅速低下头。皇上看了皇后一眼，皇后脸色微变，强笑道：“景嬷嬷又是习武，的确比常人健壮些。”皇上没在这个问题上纠缠，他待我很慈爱，准我躺在床上回话。一开始问的是我的基本情况，年纪、喜好、才艺、是否婚配等，知道我懂医术，治好了公主脚伤，还夸我能干。然后话题转到我娘身上，你爹是大英雄，你娘可有跟你说起过他？我摇头。皇上露出失望的神色，但他给我起了个小名，我说我的小名叫不悔。皇上大为震撼，我看到他的眼眶不受控制的湿了。我没有小名，我骗皇上的。我娘早和我说过，我亲爹是皇上，许爹是奉了皇命替皇上背锅，杀千刀的，我都怀上你了，他才告诉我他是皇上。他说封我做贵妃，还不是妾。我不稀罕，带球跑了。本来不想要你的，但感受到了胎动，想到我与你血肉相连，不忍心打掉我。不是，我娘说这边堕胎药副作用大，我怕一尸两命。我娘还怕将来皇上的皇子们也学她微服私访，和我上演蓝色生死恋，所以把我的身世讲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我回将军府后没跟许爹告状，但他还是知道了我在宫里晕倒的事。进宫不能带刀，他就揣了条马鞭，一路骂到长春宫，没进去，就杵在门口，把景嬷嬷从祖宗18代骂到子孙18代。长春宫的人一声都不敢吭。骂完之后，他又去养心殿卖惨，可怜臣没爹没娘，无妻无子，就这么一个刚认回来的女儿，结果头一回进宫就被人欺负，可怜臣在外面抛头颅洒热血，却连自己的女儿都保护不了，世上怎么会有我这么命苦的人哇？又哭又嚎，眼泪鼻涕呼了皇上一龙袍。皇上没办法，只好给了我一个县主的封号作为补偿，许爹这才罢休。当然，隔日就有好几个言官弹劾许爹，说他以下犯上，不守规矩，仗着军功肆无忌惮等等。许爹跟他们当庭对骂，他虽然不如言官嘴皮子利索，但他骂得很脏，有一个言官差点被他气哭。最后这事以许爹被罚半个月俸禄作为结束。京城的世家贵族都是人精，郑国大将军都这样了，才罚俸半个月，这算什么惩罚？众人窥见了圣心。我的日子变得热闹，各家的请帖似雪花般飞到将军府。我也很合群，各处都走一遍，各家都结交几个小姐妹。我懂医术，随手就能治好他们的小毛小病，再聊点美容养颜方面的话题，轻易收拢了人心。我真正声名鹊起是在我治好了承恩宫老夫人的耳闭后。承恩宫老夫人是皇后的亲娘，耳闭的毛病有1年多了，还伴随着头晕，吃药、按摩、针灸都试过了，总不见好。老夫人在府里发脾气，德宁公主去看她，提起了我。我懂医术，承恩宫府众人是知道的，但一直以为是小打小闹，只学了点皮毛，就算是德宁公主推荐，他们也还是不信我。是老夫人受够了耳聋头晕的折磨，又听许多人提起我医术高明，非要把我请过来。结果我3剂药把她治好了。太医院院判特地到将军府讨教，连来5天，对我刮目相看。我趁机问他借太医院的医典和诊籍。医典他借了，但诊籍按规定是不能带出宫的，他让我进宫的时候来看。承恩宫老夫人感激我，要给我做媒。他有一个排行第5的孙子，比我大7岁，是个纨绔子弟，贪玩不肯成亲。但我初入承恩宫府，偶然与他碰到时，他看了我好几次。老夫人觉得我们有戏。张武就是德宁公主说的那位喜欢养狗的表兄，长相俊俏，性格恶劣，手底下养了3条恶犬，每一条都有半人高。看谁不顺眼，他就放狗咬人。承恩公府1年有半年的时间是在为他的事跟别人赔礼道歉。老夫人只知道他看了我好几次，却不知道他的眼神冰冷阴寒，好像野狼看见了自己的猎物。他安排我们单独相处。张武在荷花池边等我。初秋的天气已经有了凉意，满池荷花剩了残枝，实在算不上好风景。张武公子，我同他见礼。你就是乐安县主许平安？他上下打量我，目光很不友好。挺有本事啊，晕一次就捞了个县主，
就是可怜的景嬷嬷，听说她被姑母罚去了浣衣局，乐安县主，你不会觉得良心难安吗？我笑了起来，我说张武公子，我觉得你挺搞笑的，你明明什么都知道。他看着我，眼中杀意浮现，而后忽然发难，一声口哨，3道黑色的影子由远及近向我扑来。落入荷花池的瞬间，我拽住了张武的衣袖，他带着错愕的神情和我一起掉入水里。我会水，张武也会水，他抓着我的手臂把我往水下拉，往湖心拉。我乖乖配合，省了他不少力气。但还未到湖心，他忽然觉察出不对劲，回头，一根银针飞快地在他脖子上扎了一下，又收回。那银针淬了麻醉散，泡了水，功效没有那么强，那足够让张武短暂昏迷。在水里短暂昏迷，没人救，就会长久的死去。张武捂着脖子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他大概做梦都没想到，他会死在一个看上去手无缚鸡之力的姑娘手上。他的眼里有了恐惧，眼神慢慢涣散。我看着他，无声说了4个字：杀人偿命。张武那3条恶犬脖子上挂的狗牌，和当初我捡到的那块一模一样，他就是杀害我娘的凶手。从我踏进承恩公府的那一刻，我就在想怎么弄死他。张武捞上来就没气了，我吊着一口气昏迷了3天3夜。皇上每天都派人来问我的情况，第4天的时候我醒了，许爹带着人去承恩公府，把公府的大门和匾额砸了。承恩公死了孙子，坏了门面，但还是得来跟我道歉。等我好点，皇后也召我进宫安抚。我很识趣，虽说这是因张武而已，但到底他死了，我还活着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拉武公子的。只是我娘是被狗咬死的，我一看到狗就失了方寸。我红着眼睛，一副很内疚的样子。皇后有瞬间的怔愣，然后说：不关你的事，是小武顽劣。她的眼睛红了，脸色也很憔悴，看着我的眼神虽然极力掩藏，但控制不住的憎恶和愤恨还是被我捕捉到了。张武自幼丧母，是在皇后跟前长大的，皇后很喜欢这个侄子，也是仗着皇后的恩宠，张武才如此放肆。但这只是表面，暗地里，张武是皇后的一把刀，皇后想让谁死，这把刀就插进谁的胸腹。他迟迟不肯成婚，也是为了更好地替皇后办事。想要我娘死的是皇后，本来我只是猜测，现在我确定了。回去的时候，在宫门口碰到李寻，应当是特地等着我的，甫一见我便迎了上来。县主，面色算不上好，眼底有青黑，看着我时，关心担忧溢于言表。我略略点头，他递过来一个狭长的锦盒，声音温柔，带着一点沙哑：好些没？这是30年的人参，你拿回去补补身子，以后别这么莽撞了。我微微扬眉，没动。身边的丫鬟察言观色，颔首解释道：李大人有所不知，我们县主只吃50年以上的人参，且太医也吩咐了，50年以下的人参没什么效果，没必要吃。李寻尴尬地收回手，一脸受伤。我抬腿要走，他哀伤地望着我：你就这么狠心？我和他对视，有你否定我们6年的感情狠心吗？他脸色一僵，嘴唇翕动，说不出话来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你想走向更高处，我能理解，但你不该用那样荒谬的理由。李寻，你说过的，我们只是没说过几句话的不熟的同乡，请你务必记住自己说过的话，别让我瞧不起你。张武的死没能掀起任何波浪，有许爹和皇上在，张家一丝污水都泼不到我身上，反而是许爹又去御前哭了一次。我闺女都是县主了，还是有那等狗仗人势的欺负她，这样我还怎么放心外出带兵打仗？皇上，你要为我们做主啊！于是皇上龙爪一挥，封我做了郡主。听说皇后在长春宫气得吐血，我有点担心许爹，他这样仗着军功胡来，早晚会被皇上忌惮。许爹趁没人的时候悄悄告诉我，没事，皇上信任我。我娘给我讲过琅琊榜的故事，再好的兄弟，一旦有了君臣之分，怀疑猜忌就会滋生。皇上乃一国之主，他不会容忍有人挑战他的权威。功高震主，狡兔死走狗烹，每一个字都是血泪教训。许爹的神情变得奇怪，好一会儿小声扭捏道：皇上以为我喜欢他。我震惊地望着他，这主意还是你娘给我出的，
他说，男人通常认为女人爱上自己就会死心塌地，没有二心，哪怕付出生命。女人换成男人也一样，真爱超越一切情感，没人会觉得一个爱自己的人会伤害自己。我听了他的话，去跟皇上表白。皇上结婚我多年不成婚，连个子嗣也没有，就信了。许爹虽是个粗人，但功高震主的道理也懂。除了嘴上表忠心外，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不成亲，不生孩子。如果皇上仍不放心，怪罪下来他也是光棍一条，往上3代死绝了，往下3代还没出生。更上了战场就是在刀尖上讨生活，我又何苦去祸害别人家的女儿？许爹的声音难得透了凄凉。我想起了他后院的2位姨娘，一个是从青楼赎回来的，一个是从战场上就回来的。男人把妻和妾分得很清楚，但却忘了，不管是妻还是妾，她们都是别人家的女儿。当然，这么伤感的时刻，我没提这个问题煞风景。我问，皇上接受你的表白了吗？许爹，兔走鸟飞，窗间过马。我把太医院的典籍和诊籍看了大半的时候，年关缓缓而至。除夕那日，皇上在宫里宴请3品及3品以上的官员和家眷。李寻本是没资格去的，但公主带上了他，还赐了座。他像模像样的同公主并排而坐，倒有点驸马的做派。许多人讨论，皇上恐怕是要借着除夕给公主赐婚了。席间皇上果然说起了这事，他挺满意李寻，长得好，有真才实学，又肯吃苦下功夫，即便是上了公主，也能重用。谁知道公主笑一笑，娇嗔道：“父皇，儿臣不是和你说好了不再嫁人的吗？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。”皇上奇怪，朕看你挺喜欢李探花，还以为……公主，在儿臣心里，谁都比不上先驸马。明晃晃的打脸，所有人都同情地看向李寻。李寻还算冷静，笑容不变，依旧温柔体贴地替公主布着菜，只偶尔微抬的眼眸泄露了一丝情绪。皇上的目光又转向我，乐安郡主可有许人？我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乐安郡主就是我。回皇上，不曾。李寻的眼光望过来，一掠即过。可有中意的儿郎？皇上又问。没有。皇后忽然笑了声，陛下真是不懂姑娘家的心思，哪有你这样明晃晃问的？郡主就是有，也不好意思说啊。是吗？皇上挺有兴趣。前些天臣妾还听宫人说，郡主和周院盼家的公子走得挺近，周公子家学渊源，想来和郡主能说到一块儿。皇上想了一会儿，周文清啊，还行。周文清也是这届的考生，2甲中游，在翰林院当差。我统共就和他说过一句话，连他的样子都没能记得特别清楚。我望着皇后，眼睛一眨，渲然欲泣，不知道皇后娘娘听哪个宫人说的，可否叫出来跟臣女对质，看看他是不是跟臣女有仇，要在背后这样败坏臣女的名声。皇后慌了一下，她以为姑娘家脸皮薄，即便不是我也不好意思大力反驳，害羞地说一下是误会，她正好可以再做文章。反正硬扣上我和周文清有情，我就只能嫁他了。如果能忽悠的皇上当场赐婚，就更好了。谁知道我脸皮这么厚，直接就要对质。皇后尴尬地笑了一下，就是无意间听了一耳朵，也不知道是哪个宫女，看来是本宫误会了。皇上看了皇后一眼，眉头蹙着，神情不悦，但到底给她脸面，没说什么。许爹却扯着嗓门大声道：“皇后娘娘怎么跟市井长舌妇似的？这样治理陛下的后宫，可是要被人诟病的。”皇后满面通红。皇上无奈地看了许爹一眼，怎么说呢？我甚至读到了一点宠溺。皇上该不会觉得许爹是在和皇后争风吃醋吧？我打了个寒战。因着这个插曲，皇上后来的兴致一直不高，早早就散了宴席。许爹和我商议后，去军营陪为归家的将士喝酒吹牛过大年。我一人回将军府，经过公主府门前时，马车慢下来，车壁被人咚咚敲了几下，响起德宁公主慵懒的声音：“乐安郡主，要不要跟本宫一起守夜？”地笼一直烧着，进门就有暖气扑出来，一寒一热，我打了个喷嚏，立刻有贴心的工人递上进了热水的帕子。小桌上一早摆好了吃食，炉子上温着酒，旁边还有工人在熬羊汤，阵阵香气，光闻着就觉得身上暖和了。公主饮了一杯酒后才道：“
你别怪我母后，她是心疼我表兄。叹一口气又继续说，母后虽然是这世间最尊贵的女人，但其实她过得一点都不开心。她深爱父皇，但父皇，他是天子，注定不可能只有一个女人。宫宴上公主已经喝了不少酒，这会儿又连喝2杯，醉意显出来，话也渐渐多了。母后经常生气，父皇每那一个妃子她就生一次气，去旁的妃子宫里留宿一次她又生一次气，妃子怀孕她再生一次气，生下孩子她又生气，一年中大半的时间她都在生气。是的，皇后的枕籍上记录着她常年肝气郁结。她最气的那次是父皇爱上一个民间姑娘，说是她此生挚爱，要带回来封贵妃。母后能接受他宠别的女人，但接受不了他真的爱上一个女人。她气得吐血，卧床不起，以死相逼，想改变父皇的决定，但父皇不为所动。搞笑的是，母后在这边要死要活，那位民间姑娘却不屑做劳什子贵妃。她逃走了，父皇找不到她，这才作罢。但父皇也念了她一辈子，永远都忘不了她。不过他好在没进宫，以母后的性子，他若是进了宫，母后不会放过他的。我沉默，没进宫，皇后也没放过他。倒是放过我了，或许看我只是一个丫头片子，成不了气候，威胁不到他。但现在我一连折了他2条手臂，他不会再放过我了。你看，公主又叹气，成亲有什么好？别说父皇了，就是寻常老百姓，手里头宽裕了，也会想着那几个妾。哦，不是，驸马不纳妾。我顺着他的话，先驸马对公主情深意重。他哈哈笑，屁，是律法规定的，驸马不得纳妾。我不想成亲，但父皇非要我成亲，没有法子，我只好指了驸马，因为他体弱多病，看上去活不长。后来驸马果真英年早逝，我装着对他情深意重，要替他守节，父皇母后也不忍心逼我再嫁了。再遇着我能看上的男子，我就拿先驸马的替身做幌子，享受情爱，什么都做，就是不成亲。可笑世人还赞我对先驸马忠贞不渝。公主笑，与我碰杯，我想起我娘我说的渣男渣女，公主非常符合。你呢？公主看着我，我和你说了这么多，你不跟我说点什么吗？我替公主把酒满上，微微笑，公主不是都查到了吗？公主笑起来，妩媚多情，那你还要他吗？要的话，本宫就还给你，男人多的是。我说，男人多的是，我又何必死磕一个？公主抚掌大笑。年后，公主身边先驸马的替身换成了周文清，就是皇后造谣和我走得近的那位。周文清和李寻有一点不同，他不捧着公主。我有几次去公主府，还看到他俩吵架咧。李寻没有再找过我，偶然碰上了，也只是按照礼仪拜见我。我们形同陌路。4月初，蛮夷来犯，许爹挂帅出征。走之前，他将我托付给皇上。臣的女儿就是陛下的女儿，臣此去凶险万分，若有不测，还望陛下善待我儿，护她一世周全。皇上很感动，说我做了义女，让我喊她父皇，我喊不出来。真没想到，你成了我的妹妹。德宁公主感慨。我笑眯眯唤她皇姐，她很受用。因着德宁公主的缘故，我多次出入长春宫，皇后不喜我，但不能表现出来，尤其皇上在的时候，她还要表现出对我万分疼爱。我终于找到机会。张武死后，他养的3条恶犬没了去处，张家其他人不愿豢养，皇后做主将3条恶犬送到了御兽园，闲暇时还会去睹物思人。那一日下着雨，皇后忽然思念起张武。德宁公主不喜这位表兄，不愿去御兽园。我还未表态，皇后便看向我说，虽说小武因你而死，你也不必时时内疚，那3条猎犬是小武生前最喜欢的伙伴，你陪我去看一看，就算是尽点心意了。我倒是……德宁公主冲我做了一个无奈的表情，又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。雨势渐大，地面湿滑，工人替我和皇后撑着伞，御兽园监正得了消息，急急跑出来。这样的天气，皇后娘娘怎么来了？想看看金翅他们。监正立刻让人把那3条恶犬牵出来，大约是睡得正香，牵出来的时候他们还有点不情愿，汪汪烦躁地叫着。皇后眼圈一红，可怜，和主人阴阳两隔。往前一步，
伸手去摸其中一只的头顶，那狗却忽然发狂，挣脱了狗绳，朝皇后扑过来，狠狠咬在她的腿上。皇后一声凄厉惨叫，周围的人手忙脚乱去赶狗，也不知怎地，其余2条像是受到了感染，龇着牙，恶狠狠朝着我和皇后乱吠。御兽园这么多人，这3只恶犬却像是目标明确，只想攻击我和皇后。皇后身份尊贵，又受了伤，有意无意的，所有工人都围在她身边，监正急急去喊侍卫，训狗人吹着口哨，但没有用，3只恶犬失控了。大雨倾盆，天地间一片哗啦啦，掩盖了御兽园的动静。我被3条恶犬围在中间。平安小心！皇后忍痛叫了一声。隔着雨幕，我朝她望过去，她满面忧色，嘴角却控制不住的微微上扬。然而下一秒，她的笑容僵住了。3条恶犬抽搐着相继倒在地上，雨水哗哗冲刷着它们的皮毛，可它们再也站不起来了。我娘是被疯狗咬了一口得恐水症死掉的。她死后，我变得很怕狗，不光是疯狗，还是正常的狗。为了保护自己，我研制了一种能毒死狗但对人无害的药，但一直没用到过，只是放在身上让自己安心。张武公子的死我一直很内疚，所以皇后让我陪她去看狗的时候，我忍着惧怕答应了。谁知道那些狗忽然发狂，还咬伤了皇后娘娘。我这样跟皇上解释，他一点也没起疑心，反而因为我提到了我娘，又想起了和我娘在一起的美好时光。皇后的伤不碍事，那狗看着咬得很，其实只破了一道口子，谁都没当回事。但是10天后，皇后开始发烧、头晕、恶心、怕水、怕风、易怒，她得了恐水症。但那3条狗都不是疯狗，谁都不知道她是怎么得上这病的。太医院束手无策，我也没有法子。谁都知道恐水症无药可治，恐水症发作的极快，2天后，皇后已经全身麻痹，动弹不得地躺在床上等死了。我去看她，德宁公主双眼红肿，不知道哭了多少回，就像当初的我一样。我替皇后擦了擦脸，轻声在她耳边说，其实恐水症我能治的。我娘得恐水症死后，我读她留下来的札记，研究了许久，才想出了治疗的法子。皇后艰难地转动2颗眼珠子看向我，喉咙里发出呼呼的声音，救我，救你。我轻笑，你知道你是怎么染上恐水症的吗？皇后为了对付我，把那条恶犬训练得会攻击特定的人，为了摘清自己，她甚至以身犯险。雨天一片混乱，她又受了伤，我要下毒实在易如反掌。我不知道她的计划，我也没有具体的计划，我只是时刻做着万全准备，瞅准一切的机会，为我娘报仇。多谢你给了我下手的机会。我说。皇后瞪大双眼，双手无力地拍打床沿，眼睛里迸射出仇恨的绝望的光。贱人！皇后死了，我留在京城也没什么意义了。许爹来信，9月班师回朝。我想着亲口跟他说一声再走，谁知道他是抬回来的，就剩了一口气，一路支撑着要见我最后一面。将士们双目通红，还有小声啜泣的。副将哽咽道，将军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郡主，一直念叨郡主还小，还没嫁人，死了娘又没爹，以后还不知道要怎么被人欺负。郡主有什么要说的，赶紧和将军说，将军还要去宫里见皇上一面，为郡主求个恩典。许爹伤了大腿，伤口感染，溃烂发脓，军医提议截肢，又不敢保证截完肢一定能活，几个有话语权的副将意见不统一，一直拖到回京。我查看了伤口，当机立断，准备截肢。许爹从昏迷中醒过来，看见我，稍微有了精神。我一边吩咐军医准备工具药物，一边凑过去听他交代遗言。10个，他说给我烧10个美女纸人，要胸大屁股大的。许爹没死成，截完肢在床上躺了5天，他的烧退了。我进去给他送药，爹，该喝药了。他猛地一愣，片刻之后扭过头去，悄悄用手抹了抹眼角，嘀咕，可惜了那10个美人。许爹没了一条腿，再也打不了仗了，兵权理所当然上交。皇上封他做了镇国公，又说愿意入赘镇国公府的，将来和我生的孩子可以继承爵位。我暂时走不了了，许爹需要人照顾，我不放心其他人。至于招夫婿，再说吧。
全文完，达达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